就直接看。我们这一次主要可以先介绍一些，可能未来各位要自己使用 AI 工具，不管是付费的也好，免费的也好，一定都用着这样的一点小概念跟知识跟流程这样。那我们比较好去普及化这件事情，最简单的技法就是，谢谢。那步骤方法论后面的你看到哈，当然我们可以把它拆解成4个流程。这4个流程呢，不管你用任何的 AI，只要是比较前沿的，就是不会是太旧的 AI，它大语模型都是可以透过这4个流程去达到一个很好的接上我们的领域知识也好，或者是应用情境也好。那就是 SOP 的流程化。那 SOP 的流程化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说，从给人使用的资料到给 AI 使用的、给语言模型使用的资料，它的概念还有材料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也许我们人类看到PowerPoint 或者是看到 PDF，也是一些文件档，可能是比较有办法快速的进入 context，就是进入那个领域的情境。那但是对于 AI 来说的话，它最好的 input 就是 Markdown，就是纯文本的结构的一个资料格式。好，所以就是说，对于我们的AI 来说，看 PDF 是很辛苦，看PowerPoint 是图片，是需要额外的理解的。对，所以在第一个阶段呢，我们会需要就是把 agent 的我们把我们人类做事的方式呢，要改成 agent 的一个可读的规格。我们会定义3个层的一个标准。那可以说，对于人类来说，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你一定有 must、should、may 3种标准。如果今天一个人去工作，他会需要知道什么事情是一定要遵守的，什么事情是可能需要注意的，以及什么事情是可以做的。所以对于 AI 来说，我们用这种方式去写 Markdown 是比较容易达到效果的。这对于底式 AI 来说是比较容易达到效果。那第2个步骤呢，就是对于大部分的模型来说，人类的问题或是任务可能是复杂的。那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把一个大问题分文化织成几个不同的小问题。那对 AI 来说，它面对每一个问题处理的速度是很快，而且很稳定。但是处理一个很复杂的大问题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去帮你完成达到我们理想中它可以做到的目标的。好，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需要把它做成一个 pipeline， 它可能是每一个步骤的 input 跟 output 被定义好。那这个 pipeline 就是所谓的 skill， 这个 skill 就是guideline，就是告诉 AI 说，它要怎么去进行某一个小任务。然后第3个 step 就是要让这个 AI， 像我们现在说 agentic 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以前认知中的这个 deep learning 或是 neural network， 它其实不能去帮我们做比较复杂的决策，我们不能把一些问题的决策交给它。但现在的 AI， 它其实虽然一样是统计的概率分布的解，但是它已经强大到可以去帮我们做执行的动作，做修正的动作。那现在比较热门的就是像一些 agentic 的一个框架，像前阵子是这个龙虾，大部分的这个 to B 的企业户他们都很想要自己养龙虾，那个就是一个 agentic 的一个框架，一个 framework。那现在有比较有名的可能是那个爱马仕，就是 Cameron 的一个framework 这样。那总之，要让它做执行自己出错了可以自己修正，所以我们其实会有一个迭代的过程。这个迭代过程是一个可以重复的，可以 optimization 的。好，那再来就是工具化跟检查点。通常已经有前面的这些提示跟
一些 for use 的设计，一些 pipeline 的设计之后，我们就要让它变成一个 workflow。那对照我们人类来说，就是你今天做一件事情，它的 SOP 是什么？它的OKR 是什么？就是它的目标，它的那个这件事情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那可能预期的成果是什么？这个部分就是检查点。对于 AI 来说，我们人类会希望它达到某一个标准，某一个验收的标准，那它就不会可能存活在幻觉里面，或者是他跟你说他做了，但实际上他什么都没有做。好，那因为我们可能还是要用不同情境去发想跟讨论，所以我这边可能会稍微提一点数。那后面如果大家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话，我可以再提供出来。那这方我们把它拆解成 human SOP，就是比如说 Word、PowerPoint、PDF 档一些非结构化资料，就是它不是我写好的格式化的内容，不是资料库，不是JSON 格式，它可能就是非结构化的。我们其实要把它拆成这个3个维度，就是基本上有参数跟步骤跟例外。那有点像在这个做以前我们写程式，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处理这些过程。那但是对于它来说，其实它也是需要这3个维度对应的3个规格，所以就是刚刚说的 must choose made。那等一下，我看后面有没有例子啊？后面有例子，所以那个前面我们看不懂没有关系，但我们记得它就是3个维度3个规格 must choose made 就好了。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大的任务要拆解，然后要把它串接，基本上会要定义好它输出的内容要长什么样子，进去的资料会是什么内容。所以如果它很清楚 input 跟 output 是什么，它就不容易出现预期之外的内容。好，所以就是说比较常见的像 Cloud 或者是这个OpenAI 的 ChatGPT， 或者是它的写代码用的那个是 Codex。那基本上4家里面就是 Grok Cloud、Anthropic 的 Cloud， 还有 OpenAI 的这个 ChatGPT 系列，还有一个是 Gemini，Google Gemini。我这边在各家都有在用，所以我们比较有发现说比较先进的那2家，就是这个投资金额比较高的那2家，是 OpenAI 的这个 Codex 跟 Anthropic 的 Cloud Code， 他们在定义 input output 还有 artifact 的部分是做的比较完整的。那对应到的就是当你去使用这样子的工具的时候，它比如说你要请它帮你找这个文献，然后找到这个文献之后，它会maybe 有幻觉，你会担心有幻觉，要请它帮你查证。那基本上他们有定义清楚 input output 还有 artifact， 他们的幻觉的概率是比较低的。那这边就小小分享一下我画的很简单的 sample， 就是小米的手机，小米的手机跳过了一个代，叫做小米16。所以如果你问这4家 AI， 小米16的规格是什么？那基本上会有2家跟你说没有小米16，只有小米17，但是有2家会跟你讲规格，那基本上就是一个 hallucination， 一个假资料，一个幻觉的输出。好，所以我们从原始任务的任务拆解中，我们会需要它做一些特定的事情，包含它要帮我去找，比如说我们可能要找文献，做 paper work， 做 relay work， 那要请它帮我分析一些内容，比如说它的 conclusion 啊，它的这个摘要的一些内容，还有它的研究方法之类的。那每一个步骤呢，其实我们都把它拆解成一个结构化的文件，让它去做对应要做的任务。那在做这件事情，它就会变得很有迹可循。所以我们最后要验收它的时候，也可以判断说你是不是哪个环节有出错。好，所以基本上会做拆解多任务的做法，其目的是把一个复杂任务拆成多个小任务，然后把每一个小任务的 input output 都定义清楚。
但是有时候定义问题或者是 artifact 可以让它自己来做，所以其实人类的 input 不需要很复杂，但是我们还是要有这样子的观念，就是在这样子的做法是可以提升我们使用 AI 的效率以及精准度。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可能一个 pipeline 之后呢，在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让它去实际试错。试错就是有这些 input 跟 output， 然后有这些 workflow 让它去跑，但是跑了之后呢，你不能期待一个 AI 它是完全没有错误率的，它是全对的，因为连人类都有可能会出错。所以我们会让他去做跑起来，然后让他自己去找到一些background 的 content。那这些隐性的知识，这些隐藏在就是 input output 以外的部分，就是他自己要去寻找的。那这个部分就像工程师在做侦错排错一样，它就是一个 debug 的过程。那也许你 debug 你就发现说，其实你在补一些特定的原则、特定的规范，把它放进这个 skill 里面，它就突然变得很稳定了。那这个过程是可以放给他自己做的。那现在的 agentic 的 framework 也是prefer 就是让他自己去迭代，然后把那如果规则中间有什么问题，你看到不太对的，好，那再来最后就是一旦我们有刚刚那些试到一个程度、一个水平 ，maybe 60分、70分的 workflow 之后，我们其实会把它接上各种不同的，或是外乎就是要让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应用，让它可以为我们做到更进阶的事情。好，比如说检查时间，那早上6点就要提醒你某一个任务、某一个排程，那它其实就会变成你的个人小助理，有一个routine management 的一个功能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有接一些工具，然后常见大家帮我们写好的工具就是比如说网络检索的功能。那如果大家有使用这个 Gemini， 就会发现 Gemini 为了避免它自己的服务受影响，所以Gemini 近期的新模型它越来越不偏好自己去上网查资料，这也是它有幻觉的一个因子之一。这题外话。所以接工具，比如说上网查证，或者是去特定的资料库，或者是提供的资料去做佐证的部分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它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自动化的验证、自动化的一个校验的机制。那一方面来说，有一些事情是决断点不该由它来做的，我们要回归人类的一个 human in loop 的过程，那就是一个手动的一个approvement。那这个部分就是高风险的一些操作行为，我们就不会让它来做，所以把它能做的事情定义清楚是很重要的。那最后呢，就是让它可以跑起来，变成一个 production 的 level 的一个 workflow。好，所以无外乎就是整合工具，然后让它可以做一些校验的事情，不管是格式也好，不管是流程也好，不管是真实性，比如说这个是不是真实资料也好，那最后就会有这个人工审核的部分、复查的部分，跟它自己运行的部分。那其实这就完善到整个自动化代理的一个workflow了。好，那我这边就简单的举一些例子，让大家可以更理解，就是刚刚那4个步骤。那就是后面还要留一些时间去发想一些发想跟熟练一些过程。对，我们这边举的真实案例就是说，以刚刚来说，我们的这个 step 1，它是做一个定义好，说我们人的知识要怎么变成agent， 或是说语言模型的知识。那基本上你可能会有一堆教材啊，内部的也好，外部的也好，你可以去网上抓，请他去网上抓，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 PDF 文件啊，甚至是你把它接到你的资料库，比如说各个单位的自己的内部的资料库。好，那你接到资料库，你一定会有一些文本、一些资料，其实你就可以在你的
skill，就是它的使用操作守则里面去定义说你必须做什么 must， 你必须要做哪些事情。比如说以这个例子，就是他必须要跟他对话的客人去提供什么样子的服务，那使用什么样子的格式，那要做哪些事情，所以它的 must 就是一定要做的事情，他必须要遵守的事情。那再来就是 should， 就是说他可以做，可以不做。如果他发现这个问题很适合使用某个工具，比如说去查询某一些篇章，把这些篇章当做一个很好的 reference 或是举例，然后加进这个对话的输出的一部分中，他可以自己去决定他要不要去做，比如说检索功能、查资料库功能、查表功能之类的。那基本上我们把定义在 should， 就是它可做可不做。所以我这边就定义了一个我说我们有一个混合搜寻的东西，它可以 可以取 top 5的一个内容。那基本上呢，你可以把它加进你的对话的这个输出中。那再来就是有一个 main， 就是如果今天有特定的情境、特定的 condition、特定的这个条件是 activate 是这个符合的，比如说有一个语音输出的功能，是有一个 TTS 功能，那它可以提供一些额外的部分去加到我们的 output 中，所以这 output 就会是特定情况下会有的内容，它可能就在 main。那所以在特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 maybe 例外状况，像是发现这个人提供的资讯是很紧急的，是很超出我们预期使用范围的，但是我们可能想要去处理它，比如说想要把它接到人工的作业中，从这个智能客服接回人工客服，那我们有一些 edge case 是可以提示他做这件事情的。所以 edge case 我们可以列像是这样子，比如说知识库没有这个东西啊，或者是说问的问题超过范围 out of scope， 或者是就是提供一些 metadata， 这个系统怎么使用。好，所以基本上可以像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些特定的资料作为 input， 我们就可以给它一个 skill 长这样，那它就可以把人类的资讯转换成它的自己的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去把这些知识作为 input 读入。好，再来就是在这个部分可以举例，就是像常见我们的一些 pipeline， 像是我们可以去区分这个问题是什么类型的问题，那提问的人有没有身份背景，他有没有带入的资料，那我们需不需要为他去检索特定的资料，或者是说我们生成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做一些 maybe citation 或者是 reference 之类的东西。最后呢，输出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一个既定的格式，不要让它去做超出我们预期的输出，所以可能甚至还会有一个格式检查。那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一个输入是洗肾病人可以吃香蕉吗？其实你可以去判断说这个人他是什么样子的，为什么他是说他有这个洗肾的是哪一种洗肾？那再来就是说他可能就可以基于一些 condition 去给出对应的 output， 它的 output 就会是不是很单纯的泛化，而是有几率性的一个输出。那通常来说，很多复杂的问题都是需要像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好，所以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个 verifier， 他去验收说我们输出的东西有没有引用的文献，有没有说明这个使用的条件，有没有什么免责声明，有些服务是需要免责声明的，那他回复的速度是不是有问题？有时候我们做服务，我们不希望让客人等太久，回复时间也是一个 verify 的一个指标。好，所以像是这样子，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背后可能有很复杂的 content， 所以这个语言模型它其实是需要去理解说是哪一种洗肾，那有没有数值可以参考，要用什么样类型的知识库去回答它，这样就可以把问题定义清楚。当然我们回答的时候可以不要回答的很专业，让这个使用者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但是我们的这个背后的 content 还是必须要有。
那你才会觉得它是一个智慧的，而不是一个不智慧的。好，那再来就是 Step 3的话，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像是如果我让这个 agent 跑起来，然后发现特定的情况，这还蛮常见的。比如说尝试其实不存在我们的 SOP 我们的规格里面。比如说举个例子，这个角色的假设，比如说 agent 他把洗肾呢，通通都认知成是这个血液透析。那可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人工的我们叫做工人智慧好了，就是一个人的一个代理人或者是帮手，他去问问题，他可能就会去问这个 metadata 背后的一个 content。那也许你可以加一个 master 去迭代说，其实我需要做这件事情，那我的这个 agent 可能就会变得更准确、更专业。那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就是我们发现它有问题，我们就再帮他补上这个 skill， 让他知道他预期应该要是什么，或者不能是什么。那像第二个很常见就是 should 嘛，比如说我们需不需要细化到说，这个你做健检报告的这个指数，这个指数呢有时候是蛮重要的指标，那我们需不需要补充这样子的背景知识？那他可能就会从一个比较 common 的一个小帮手，有点变成是说他可以做特定领域的问题，他甚至可以辅助特定的决策流程，去不要说取代人类，是他把比较基本的一个业务流程做完，然后让本来要做这件事情的人类去做更高层次的事情，去让他的这个生产力有更好的发挥。好，那也许 maybe 第三个很常见的情况就是，我们问了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回答？因为你没有这些背景知识，那你要不要给他一些比如说处理紧急状况的一些机制？那也许有些特定的症状，其实已经是不是问 AI 就可以解决的。很常见是这样，就是因为客人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没有背景知识，但是也许我们的 AI 是有的，所以他在特定情况下，他可以直接请这个人去打电话去联络他应该要联络的这个管道，而不是继续问 AI。有些情况是这样子，所以像我以前做过这个IT 方面的一个智能客服，他们就有一个步骤是，也许他们有一个内部的 TK 系统，一个 ERP 的系统。那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问 AI 解决的，或者说 AI 有特定的流程是可以覆盖的，但是刚好那个时候的 AI 没有覆盖到这个流程，那我们就把它转到 TK system， 让它去开单，去找到对应的业务流程窗口，做完该做的事情。好，我还是讲的蛮长的。然后再来是 Step 4很常见我们会用的一个工具，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后端去接个向量知识库，把这些知识的内容，当你的知识内容越来越多，比如说你只有10份可能就还好，但是当你有1万份、10万份、几千万份的时候，我们会需要做检索跟排序的一个收敛过程。这个收敛过程是很需要速度的，很讲求效能的，因为它需要快速的把这件事情做完，所以我们通常就会使用类似以前我们就是说它叫做 RAG， 就是我们检索的一个增强的一个检索。那不外乎就是接向量库也好，接知识图谱，就是网状的知识图谱也好，那又或者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机敏性的客户，他们可能就会去做一些趋势劣化，因为个资法的规范嘛，我们不能把一些不属于我们的制裁的一个内容曝露出去这样子，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各种类型的趋势劣化或者是护栏这样子。那我们就会有一个 verifier， 他要去检查一些特定的一些格式有没有达标。这个 verifier 如果一直变强，一直变得越来越系统化，它其实就好像是一个 guardrail， 一个护栏。这个护栏就是要去把所有我不属于它的 output 阻挡下来。所以
Verify 是一个很简单的function，但当我们把它做成一个 system 或者是一个 ecosystem 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变得很泛化、很强大的，可以去把很多不属于我们需要被揭露的资讯给阻挡下来。那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不希望一个生病的卫教的 agent 他去教客人数学，类似这样子。好。那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最后我们就会有一些数值的统计，就是比如说平均的回应时间有多长，迭代的一个稳定的，我们可以说最短的happy pace，最短的一个最佳路径，要多几个步骤才可以做完客人的问题。那这个平均值就会决定我们的服务效率有多高。因为如果今天这个 AI 它要尝试10次、20次的错误，它才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答案的话，那它的这个迭代轮次就会比较差。那我们可以理解说，它可能就没这么聪明。好，那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些 maybe 数据去佐证这个服务的面向，跟它去 evaluate 它的好与坏这样子。好，所以回到最后就是我们简单的 summary。如果今天你要设计一个 agentic， 你需要什么东西？你需要 skill， 这些 skills， 这些 markdown 格式的 skill， 就是要把人类的知识转换成语言模型 AI 的知识，让他们理解人类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所以step 1就是人类的资料怎么变成机器变成 AI 的资料。Step 2就是人类的流程怎么让 AI 去学习。Step 3就是人类的流程有没有办法结构化的给 AI 去重复性的操作跟使用，让它有 action， 有 for use， 有 to do， 有这个就是必须要做完的事情，一些 KPI。那 Step 4就是为了要让这些流程很稳定，我们需要做一些额外的措施去检查它有没有做好，或者是给一些决断点，它可以决定的事情是什么，不能由它决定，必须要由人类去决定的事情是什么。毕竟这个假设特斯拉撞车了，那请问是驾驶要负担责任，还是特斯拉要负担责任？类似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这个 agent 它没有办法为某一件事情的结果负责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某一些保留某一些这个 approval 去回归到人类身上，因为只有人类可以对特定的事情做负责，没有办法让 AI 去负责。好，所以我们的 Step 1到 Step 4基本上现今比较这个热门的框架都是适用的。那当然我们没有讨论到说一些比较深入的部分，像是我们机器学习中可能有些人他会想要做 fine tune， 比如说他想用一些自己的资料整理好格式之后呢，让这个语言模型去学。那这些 fine tune 流程或者是额外的一些进阶的做法，还有蛮多可以介绍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深很大的坑。但是我们这一个工作坊呢，我们就先把这个就是目标聚焦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而且它很通用。以目前的 agentic workflow、agentic framework 来说，这4个步骤基本上都是可以被就是适用在不同的 AI 身上的。只是 maybe 你可能去尝试后就发现说，有些 AI 它需要特定的 skill 去约束它，但有些不需要。有时候那个格式就是不是单纯的must should may， 有时候可能有些 AI 它有额外的一些 key value， 那是很正常的。就是这个 AI 本来被训练成什么样子，它就会有一些特定的input output 是它特别擅长的，当然也会有特别不擅长的。OK，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部分到这边，然后我这边刚好时间还剩一点点，我就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个小 Q&A 时间，然后看有没有需要放风5分钟，让大家起来这样子。好，好，对，好，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到这
这个段落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简单 Q&A 一下。好。您在做很多不同产业的就是 AI 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些，或者说医疗比较适合使用哪一个模型，或是哪些方法？然后还有就是在跟其他产业比较不一样。好，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以医疗产业或者是金融，在台湾来说是相对比较注重这个真实性，它不能有任何假的部分，不能有任何这个就是 false positive 的部分。那所以可以说，越有幻觉的模型，它越适合社交。比如说，你用这个 X 以前的 Twitter 上面有 Grok 嘛，你可以问 Grok 这是不是真的嘛？因为它直接做了一个按钮让你去按。可是像 Grok 这样的模型，它对于幻觉、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就不高。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应用情境是偏，比如说学术面的，或者学术面的很简单嘛，因为你用一篇不存在的文献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就有学术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是很一翻两瞪眼的。那又或者是说，比如说像金融业，他们上面有一个金管会，那金管会会要求他们做一大堆事情，所以他们有很多各自也好，又或者是一些法遵的成本都非常的高，他们会很需要做护栏、做 PI， 把这些资料传出去某些地方的时候，他们都要经过加密，经过maybe 资料不落地的原则，又或者是说有 PI， 就是把很多去识别化的资料都做得很彻底，因为金管会来抽查他们就会爆炸，所以他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那所以像是这样子的应用情境，很追求真实性的情境，那我们自己试下来，至少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就6月初这个时间点，OpenAI 的模型跟 Cloud 的模型相对的是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虚假的部分。那不是说Gemini 啊，或者是如果大家这个想要免费使用模型的，用那个 OpenCode 上面有什么 Mimax 或者是那个千问，就是我们那个西台湾的训练出来的模型很厉害嘛，对不对？那像这样子的模型也有免费的 token 可以打，免费的就是基本上你打不完，而且又不用花钱。那又或者你去用这个 NVIDIA 的资源，NVIDIA 它的这个上面的那个网站啊，你就给它注册一个开发者，你也可以使用免费的 token。那我可以说就是说，除了 OpenAI 跟 Cloud 比较注重这件事情之外，其他的模型它幻觉或多或少都有。那只是取决于说你用它，你有没有办法在 skill 上让它变得更实事求是一点。那如果你用了一些 pipeline 设计，让它变得更真实，它其实就很难出现幻觉。但我们很讲求量化的统计，所以以这个量化的统计报告来说的话，当然还是前面那两家这个钱拿最多的公司，他们的模型基本上是更在乎这件事情。那像那个美国的那个国防，美国那个他们的国防单位五角大厦，他们一开始也是买 Cloud 的嘛，然后后来又引用了这个 OpenAI， 因为他们发现说，这间公司没办法满足他们对于政策上、国安上的一些决断的开放一些 permission， 去让模型，比如说模型能不能决定飞弹要不要打出去，这件事情他们想要，但是 Cloud 说不行，我不接受，这个是我们的底线，我们这个红线不给你。那所以他们就会想找额外的公司。所以以这个例子来说，飞弹要不要打出去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是吧？可是那真实性很重不重要？肯定很重要吧。因为如果你今天在决策上的真实性有问题、有误差，你这个飞弹打出去，就是第一个是当然是钱的问题，第二个当然就是安全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关乎到很多额外的这个外部的成本。好，所以我的结论是，
那两家 Cloud 跟 OpenAI 的先进模型基本上比较重视真实性，比较适合我们很在乎真实的情境。但如果你今天要用其他家的模型，你有一个完整 pipeline， 包含你的这个 verify 跟这个一些比较护栏的部分能做得很好的话，也不是不能用其他家模型。对，这个还是我的答案。好，那还有其他问题吗？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可以推进。好，那这个我老板接下来就是他建议我们就是有一个简单的分组的一个小组讨论。那所以因为我们大概还有 maybe 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用可能身份或者是乱数也可以，就是打乱随便组一个小组，那以先看现场的人数去抓个这个可能6个人以内的小组。我们就是用分组的方式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可以去用，你的脑中思考到哪些比较很痛点，可以解决你自身痛点的一个scenario 或者是一个 domain。因为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工具，它可以应用在很多事情上面，但是有些事情是很适合的，有些事情是高价值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发想，就是像刚刚这样子的流程，对于医疗、对于金融，像或者是对于台湾的这个制造也好，有哪些比较可以去实做的部分。那小组讨论的过程中，我这边会准备一下，就是我们家这个老板说的这个某一套产品，就是可以一方面给各位看一下说，如果我们把它做成产品，然后大概可以有哪一些样貌。那所以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分组。我个人推荐就是第一种分组方式是用这个 background， 就是比如说你是医生，你是护士，你是这个学术的部分，你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分区，那又或者是我们就乱数的也可以。因为我们今天的背景来源蛮多的，真的好。所以还是您可以先介绍你的产品，然后我们可以让大家认识你。我看一下啊，稍等一下。那等待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你有没有什么 POC， 有没有什么原型是可以用这样子的流程达到的。那像我们有那个杨老师跟黄老师，他们有没有自己的？对。对。也可以，不一定要分组。好，OK。我看一下啊，我问一下他。
我们的第一批是什么？我靠，你要布置一下token。布置。杨老师他没有在，杨老师人有在这里。不一定需要，问一下而已。哦，他也是在旁边而已，是不是？好，没关系，不勉强。看一下。发布。应该是说有一些是 permission 是要看他们要不要开，因为他们都忙啊。那个 Matt 或者 Olivia 他有说他们
我没有跟你们讲什么，什么都没有讲。过去的开发经验，哦，就是有一套是有对话功能的，然后那个卫教的那个也还活着，但是就是要哪一套是拿出来展示，或者是说，以我为主，OK，那再等我一下，毕竟没有登自己的电脑。好，我只好跟那个。北一的嘛，北一的，所以我偷偷分享一下那个杨老师的东西。我想说，如果现场有，还是那里活着。等一下。
我先丢一个简单的。OK， 后面好，做 C， 好，那基本上我是蛮希望可以有一个抛砖引玉的，那所以我这边就简单介绍一下，北医这边有一些小专案这样子，那它刚好也没有什么太这个私人或者是没办法揭露的资讯，所以那大概简单讲，就是像你刚刚那个例子，我们有一个 workflow 之后，那其实大家可以去用像 Cloud Code 的或者是 OpenAI 的 Codex， 这个是要钱的啦，每个月要付这个 maybe 600块到700块左右的一个订阅费，那它也有额度上限，但一旦你有这样的工具，当然我刚刚有说你用 OpenCode 有免费的方案可以做，那你就可以请 AI 帮你刻一个像是这样子的一个 demo app 或者是 POC 的一个 app， 你请他帮你刻，当然他没办法替你处理一些工程的难度的问题，比如说你希望你的系统可以让500个人同时使用，那它可能就是一个工程难度的问题，你要顾虑的事情就会多非常多。但如果你只是要做概念的原型设计，你就没有这样子的考量，那基本上就可以让 AI 帮你写这样的一个 app 出来。那不外乎就是maybe 就是 JavaScript 相关的 framework， 后端就是 Python 或者是 JavaScript， 但是他帮你写就好了，你给他需求帮你写。然后我这边示范一个就是说，如果像刚刚那个例子，它有一个像是一个医疗保健、一个生命卫教的一个 agent， 那其实你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像 ChatGPT 那样子的一个服务，那这个服务呢，就可以让使用者去input一些内容，那你可以甚至你把它设计成这个手机使用的，让大家这个可以扫 QR code， 然后就可以用手机内建的那个语音辨识功能，直接在这个app 那个网页上面就可以用语音输入，然后因为很多这个很多人其实是需要不用 typing 不用打字去问问题的一个管道，所以声音的部分是最简单的做法是这样。那像这个例子就是，如果我今天喂给他很多康健的文章，然后我经过一个去识别号，就是把人事实地物的那个名字啊，或者是地点去识别号，那再请他帮我回复内容的话，它其实大概可以做成像这样子的一个 app， 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就是大家没有过银行的那种客服，它也是像这样，它就是要做成一个让你可以问问题的。那所以你就可以在上面问一些可能跟这个我们的材料有关的问题。当然，你如果问一些材料无关的问题，你在scale 上定义好的话，它就会说这个你可以去问谁谁谁，我不知道之类的，或是找出知识上的一个部分。所以你可以去捕捉编辑状况。然后呢，像另一个例子就比较专业一点，但它也是做得到的。那这个东西就比刚刚的再复杂一点，它后面是有资料库的，它有那个临床资料。那所以临床资料他们会有就是药物跟疾病的一些相关性的一个因子，用那个分数算出来的一个因子，那个因子就是一个 Q 值。这 Q 值有点像是说，它大于1的话，它是正相关。那如果一个药物跟一个疾病的相关性大于1的，那就表示它被开药的概率是比较高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呢，它就可以让这个 maybe 医药相关的从业人员，他可以问一些问题。那甚至复杂一点，你可以处理很多比如说共病性，或者是有些特定的 condition 是很复杂，比如说孕妇她能用的药就非常的
有限，它跟其他的体质就有很大的不同。那又或者是年纪，或者是他有什么病史，那其实这些 background 都是一种 context。对于比如说你今天问 ChatGPT， 它可能会给你一套答案，但是 ChatGPT 它并没有台湾的健保资料去验，也没有台湾可以用药的这些 domain， 所以你如果有一个自己内部的，你就可以把它做成更 localized， 它的给你的一个开药的一些内容 output 是符合我们的真实情况可以拿到可以取得的药物，或者是说是符合我们的资料库里面的相关性的。所以像这样子的应用，就是它可能可以比这个比你直接问ChatGPT再更 specific 一点，可以更有一个参考性。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设计成说，它怎么推论这个过程，它的思维链是什么，能不能被揭露出来，让它不要好像是黑盒子一样，那也是 OK 的。对，所以像这样的应用就是比较符合像就是 CDSS 一个我们可能 maybe 如果是医疗业的话，最终希望的就会是它可以辅助临床的决策。那但是它可能没有办法承担责任，然后因为 AI 没办法被列为被告，但是它可以辅助决策，所以它可以提供更进阶的价值。那我觉得这方面就是有很大的一个潜力。那其实国际上可能用比较多的都是一些比较贵的科别啦，因为一些癌症科别或者骨科，那它原则上就是会拿一些他们内部的资料做一些训练跟检索这样子。好，然后等一下。所以比如说像如果你有做一些边界处理的话，你可以请他你可以用不同的描述方式去请他给你不同的内容，然后你也可以给他一个，比如说其他的，我没有找到，好，比如说像。我想叫做随便试一下。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它背后有一个药品分类的标准，然后语言模型自己会有可能 maybe 美国或欧洲的一个临床的指南的一个先验知识，所以它可以用一些它的先验知识它读过的东西去思考说某一个症状它对应到的分类，还有药物对应到的分类，所以它会有一个分类号。那像我做过那个什么，做过那个专利的部分，专利其实也有分类号，所以像专利的推荐系统，它其实也是可以用分类号去线索你想要做的这个前案研究也好。不好意思，所以有些可以被分类的，或者是可以被归纳的东西，它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所以他还是会去找一下这个背后的查表资料，然后结合他自己的这个 metadata。好，喝个水。刚好，所以我是蛮期待说比较有一点互动性啊，因为虽然2个小时可能没办法讲什么东西，就是一般那个 workshop 我们会带那种半日或者是全日的，可以一步一步的大家一起跟着作业，但2个小时其实比较困难一点，通常来说的话。好，那如果有什么 idea 会想到啊，还是欢迎大家踊跃分享，就是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 demo， 其实我们会去我自己是偏资讯
资讯工程跟教育的资讯教育算是领域有点复杂，但是总之就是支教跟资工的一个结合的背景，所以我们习惯如果要刻一个这样的东西，以前要写很久吧，现在帮你写，但我们还是会在写之前把一个服务流程系统的架构先拟出来，你不见得用画的，你可以用写，但是你一旦有服务的流程跟系统架构，通常来说，如果你今天是要研讨会报告，你可能就把它画成图了。但如果你不是要发上去的话，那就不一定。但你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demo POC，其实我可以这样跟你讲，如果你有方法论，就是刚刚说的那个4个步骤，再加上你有系统架构，就是你自己脑袋中可能有一些简单的系统架构，再加上你有一些材料，比如说 PDF 档之类的，然后你有一个既定的流程，你已经想好要怎么做，比如说 input 是什么 ，output 是什么。像这个例子来说 ，input 就是一些关于这个病人的症状描述，还有他可能的问题。output 就是对应的药物的推荐的排序过后的一个清单。那像是这样子的情境，就是你有一个 input 和 output 已经很清楚的话，做一个 POC 其实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就是当然你要把它商品化是另一回事，但你想要让它动起来，然后可以被验证，然后过程中可以不是黑盒子。那我可以说，我们订阅一个 Cloud Code， 那这样子手刻起来 ，maybe 1个礼拜可以有好几个原型设计出来。当然你有可能会把那个他给你的额度打光，你把它打光的话，他可能就跟你说，你这个几个小时范围内我不给你用了，因为你去用别家你花更多钱，所以可以去用免费额度的。好，所以基本上这样的系统它其实重点其实不在于它怎么变成一个真实可用的系统，而是它背后的那些流程、那些 pipeline、那些 workflow 有没有在你的脑袋中，有没有够细，能不能被画成系统架构图？系统架构图中每一个节点、每一个 component 都有对应的 input 跟 output， 然后会有一些边际的一个处理的状况。如果你可以把你的这样子的系统画在脑袋中，画出一个workflow， 然后是够清晰的，你这个东西做出来的时间会很短。但如果那个东西你要一直试错，那当然它面临到能解决你痛点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对，所以像这样的系统其实还蛮需要一个发想的，一个 brainstorm 的。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比如说举个例子，想要做某一个应用，像医院好了，举个医院好了，医院里面可能会有客服，然后也会有一些没事，也会有一些就是单据的管理系统，然后也会有一些行政的，比如说签核的。那其实像是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切入的点，只是说比较困难的点是，医院内部的系统通常都 API 的接口比较这个传统一点，所以你要把上这个一个 AI 的 component 的话，通常就是你要有一个 webhook， 就是像那种LINE聊天机器人，其实你要经营一个自己的LINE聊天机器人的话，你就要有一台伺服器去跑一个这样子的 API 服务，然后你就要去听你的这个，比如说 ERP 系统或者是行政流程的系统的那个端口。那但是你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像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进行一场 workshop， 或者是我们去外面开了一个会议，一个 meeting， 或者是一个 seminar。我们其实很需要的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就是会议的过程中的这些 summary， 这些摘要怎么被记录下来？那重点是什么？我可以留在脑袋中跟留在我的笔记中的部分是什么？
当然我们不否认，就是说像我们翻书或者是写字的这个动作，它本身是 neural activate 的，它是会刺激你的脑袋的神经元活化。但是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很多工的人，你同时需要记录的时候，你又需要比如说讲师的这个逐字稿 transcription 一个声音的媒材或者是文本的媒材，那你要怎么样把它转化成比如说心智图或者是会议记录、会议摘要呢？那其实像现在 AI 就是会有提供一些这样子的功能，像就我自己知道的，像比如说做 IP 电话的 Avaya， 或者是做会议的 Webex， 他们其实都有在就是推进这些可以辅助人类沟通过程中累积知识、累积 conclusion 的一个工具。那这些工具呢，我们自己也有在做，就是它可以让你进入一个会议系统，然后你在会议系统先讲一讲，然后这个 AI 就会把你第一个它 transcript 就用那个语音识别把你的逐字稿给累积下来，然后再来就是它会基于你讨论的主题去校正你的逐字稿，因为你逐字稿可能输出的这个中文比较困难，因为中文的词汇会有领域上会有很大的容易失误的部分，所以要校正。那校正好之后呢，可能就是要把这些对话的沟通过程经过语者识别，就是A 讲什么 ，B 讲什么，经过语者识别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产生出一些 insight。这些 insight 就是会议到底得出了什么结论，会议有讨论到哪几个项目，会议结束后谁要负责什么事情，有没有哪些 to do 跟 action。那像这个过程，其实只要有开过会的人就知道，就是不管你是跟教授开会，又或者你在工作中你跟你的主管、同事任何人开会，又或者你跟你的客户、厂商开会，跟病患也算是一种开会，只是它是不同形式的。那它这个 summary 跟对应产生的 insight， 有一些部分呢，其实就是很适合交给 AI 来做的。那有些部分呢，你要留给自己，因为你要把它写回你的短期记忆跟长期记忆里面，你需要把它记住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活在这个时代，就是资讯量很爆炸，很多事情是一直指数增长的。那 AI 能做的事情就是，它可以帮你收敛，它可以帮你把一些不需要的东西给 drop out 丢掉，把重要的东西给留在你的记事本上，留在你的大脑里面。所以现在做这样子的系统的人跟厂商，不外乎就是方向跟面向，就是在知识不外包的情况下，前提下，把特定领域的一个痛点给解决。比如说一个流程里面可能会有一个很卡关、很耗费人力或者是物力或者是时间的成本的一个点，那个点就是所谓的痛点。其实现在大部分做这种 domain specific 的AI 服务，它就是不外乎就是它想要解决这个痛点。那我们也可以引用那个Steve Jobs 的说法，这叫做 mission critical， 就是这个 AI 它介入这个点之后，它可以直接把流程、把这个 operation、把这个过程的困难给 fix 就是处理掉。那如果没有 AI 介入这件事情，那它这个问题就会一直存在。那其实我们就可以说，比如说像是一个 AI 的案子，它的效益高不高，它 ROI 高不高，其实就是看说它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它替代掉，也许是替代掉某一个人力，或者是减少某一个开销或是时间，高不高？那
第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可能用人的工时去算嘛，比如说我跑一个行政单要多久，或者是像我以前也有做过这个视觉化的，像比如说停车场就是有人会乱停车，把走道给挡住，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抓住这个挡住走道的人，让其他的人可以通过？那其实就是把视觉化的影像去摘要出来，然后判断这个物件有没有维持在那个地方足够多的时间。那其实它可以解决到就是不用人去看去现场去一直派驻在那个地方去就是它反应速度会不一样，反应速度就会快很多。所以第一个我们有证据，第二个我们节省人力，所以在做这样子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其实就是不外乎你的 AI 服务，你需要留一些证据，你要留说我这个资料，我这个 output 是从哪里来的，那我的这个整理这个资料的人，比如说本来是一个推荐系统，那个系统可能你要用表格查询的方式，或者是下特定的 keyword， 用 ATC code 去查询。可是也许你记不了所有的 ATC code， 你没有办法去针对性的去找到对应的资料。可是今天我们有一个辅助系统，它很及时的把这个关键的资讯经过排序之后，只取到比较重要的部分，提供给在使用这个流程决策的人类。那也许他在决策跟失误的时候就会比较低。那有的时候是让它失误率更低，也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这个价值。那有的时候不是让失误率变低，而是规避某一些风险，比如说你就想，如果今天我今天要做处方，那我误判了某一个资讯，或者是我在 key 特定的这个名称的时候 key 错了，那这样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miss，或者是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后果，是有可能的。所以某些时候其实它的价值是用风险去换来的。所以如果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东西，你透过 AI 解决了一个风险，那它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价值，只是差别是说，也许你最后把它弄出来，你要看是谁要用这个系统，它最前线使用这个系统的人，他用这个系统能不能解决的就是这个本来流程上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通常还是要回归，就是说，即便可能 maybe 去谈了一个很不错的情境，很不错的场景，但是可能使用这个系统的人，他觉得没有解决到他的问题，他的痛点是没有做好。那即便这个系统看起来很不错，最后其实也没办法达到我们预期的效益，我们预期的 ROI。那所以基本上如果今天你是想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做一些比如说 AI 的应用或者是服务的话，那其实我们其实就是要挑高价值的一个题目，就跟你写论文也要选题目一样，就是你挑一个有价值的题目，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反映出说你最后就算你这个系统做出来用的人并没有你预期的这么多，但它就是产生的价值没有这么多，但是你透过这个过程其实就可以有很好的 conclusion， 知道说maybe 过程中哪一些问题跟痛点虽然没办法被解决，但是你得到了一个就是很好的方向跟借鉴。好，所以从各种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以我个人自身，我做了大概6年左右的以前做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机器学习，然后后面就是各种语言模型跟就是声音处理的部分也有。那不外乎其实我们就是要挑现在这个技术成熟度够高，然后可以 fit 到对应的场景，然后场景的痛点足够大，影响性跟范围比较能被确立，那我们评估这样的一个指标，就是会很容易得到一个好的效果。但就是有这些前提，就是像
像假设我3年前，2023年好，2023、2024的时候，ChatGPT 只有3.5 Turbo， 没有 Entropy， 没有 Gemini。那个时候你想要做智能客服，你可以用 RAG 做很多很多方法论跟工程解，最后你可以得到堪用的系统。但是你把它放到今天来看，你就觉得它不怎么样，因为这个今天这个语言模型它打开了一个科技窗，这个科技的窗口就是已经让你的使用语言模型可以做到的事情，超出了你本来方法论跟工程解想要面对的那个问题，所以它已经直接覆盖掉你的问题。你前面所花费的力气，也许你可以发 paper， 但是在现今来说就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因为语言模型解决了你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这样的系统，其实我们非常需要避免过度设计。过度设计就是套用机器学习的角度，就是一个 overfitting， 一个我为了要符合这个场景，结果我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做 fine tune， 然后想办法设计这些pipeline，结果最后我发现说，一个新出来的语言模型，比如说一个医疗专业的语言模型，直接把我的系统的这个 benchmark 给打塌了。那这就是我们很常遇到的，就是如果今天它是一个高新技术，它迭代的速度非常非常快，语言模型1个月半个月就要推出一次，那很多时候你在做 prompting 做 harmony engineering， 就是设计刚刚那些 pipeline skill 的时候，你不需要过度的写很多的东西，然后把一大堆的工程应用进去。你需要做到的事情就是，你先请 Cloud 或者是 OpenAI 帮你找一些对应的方法论，现今比较新的方法论跟工程解，比如说 skill 怎么写，像微软今年刚刚5月刚出了一个 paper 是 skill OPT skill optimize， 它就是在讲skill 写 skill 能怎么样做强化学习，就是让这个 skill 的这个内容逐渐的接近最佳的状况。那像这样子的东西，你K 一下这个论文，你就大概你就知道这个 skill 怎么写，然后这个闭环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但你知道，当这个论文出来之前，你花费各种心思，写了一大堆 skill， 然后结果发现效果还是不是很好，那其实就很尴尬。这其实就会是说，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它就是你被那个科技窗被浪潮给吞没跟湮灭，所以我们设计这样子的东西，我们其实就是避免过度设计，然后可以在当下情境需要的部分，用最小可行性跟就是优先去解决掉AI 可以覆盖掉的最有价值的那一个区块。所以我们不要想说 AI 可以一触可及帮我们做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优先把最痛苦的部分解决掉，把就是可以有最大的产出的部分解决掉。对，那当然很多角度啦，就是从老板的角度就是我要赚钱跟省钱，但是可能从某一些技术研究的角度来说，我想做到的事情其实是就是把某一个领域中的特定的难题用更好的方式解决掉，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有一个就是一些发想的部分。那当然没关系，就是如果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的工作还没有到需要面临到如此巨大的一个就是痛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去从自己的生活中去逐步的有一个很好的一点一滴的一个改善。那像刚刚提到的那种会议的记录的这个工具，这个免费的也有啊，像那个对岸有一个西台湾有一个LARK，它也是一个像 Evernote 那样子，只是它为了会议做了很多可能让你可以结合心智图整理的一个工具，那让你在可能学习的过程中有达到更好的效率。就是你知道你用对方法，然后
也不用花多少钱，但是可能跟你一样的人，他没有用，你有用，那你在这个方面你就有一定程度的优势。那其实我们就不会觉得说我们会被 AI 取代。那其实基本上现今的 AI 它没有一些科幻电影中讲到的，就是它可以好像毁灭世界、毁灭人类，或者是让所有的生产力都被替代掉。是目前来说是还没有办法。那当然我们不能说未来一样做不到，但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现阶段，AI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发热耗电，这个东西是没办法被解决的。那要怎么解决？像比如说我们把那个资料中心打到外太空，这就是一种解决方案，对不对？但还没有做到，可是也许有机会之后可能就是资料中心都在外太空了，因为我们为了要避免它有耗电的问题跟发热的问题，对，所以像只要当前的这个科技日常，它还有一个很硬伤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 fix 化，它其实不会有一个很直的一个跃升，就是不会说好像它就会超过我们预期，然后某一天，当然我们可以说，因为基于统计的解，所以这个 AI 它可以去学的像人类一样，像我这边是简单举例，像你使用 Cloud Code，我十分建议你不要有情绪性的input 给它，比如说你怎么这么烂，你为什么没有把它做好，为什么你又弄错，你给它情绪性的 input。那有一篇 paper 就是说，你给他越多情绪性的，然后他在做的时候，他就会有挫败的一个 context 在他的记忆中，就是 context 指的就是这个 AI 的这个 token 的最大极限，就是它的你可以理解成它的短期记忆啊。那它的短期记忆里面有越大的比例是在记得这些挫折跟被骂、被教训的东西呢？这个 AI 它犯错几率是提升的，也就是说你骂越多，Cloud 给你的答案错误率就越高，这是论文提出的 conclusion。所以它可以像有些地方的确人类啊，就是你被多骂几次，然后你一直失败，是我比你想要超捷径 AI 也是一样的，但那是因为它是用人类的资料训练的，所以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是这个样态呈现跟人类接近样态。那如果哪天它可以类一样，那也只是因为它敢于给出统计的分布，最后得出来的答案，它真的很趋近于人类而已。那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做很专一的，因为像我们的工作有很多种，我们的专业有很多种，如果我们的各种专业，它在那个专业跟领域累积的知识跟是没有足够让 AI 可以模仿的，那基本上那个人就完全不可能被 AI 给替换掉。对，谢谢啊，这个陈老师讲这些，我们帮忙学校很收获啊。因为我看到这个讲题上面有一个可以提供我们现在在台湾或日本啊，在智慧照护上面的实战经验嘛。所以我有一个有兴趣的是，我们北医的话，万小芳，你知道吗？他曾经一个治疗跟机器人，他可以帮忙病人做一些就是选择科别什么之类的。那我刚刚问 Gemini， 他有提供一些资料，说现在目前在我们国内一些提供的服务也是缺乏这样，他们的差别在哪里？那我想很大的差别是刚刚讲的 AI， 它实际上在 LLM 上面提供一些服务，包括 RAM 上面可以等等。我不知道在实际上你的经验，贵公司啊，在目前国内的问题上面，它的发展，或者您刚刚讲的日本上面，他们现在的做法是怎么样？然后对客户服务上面会造成什么样的？首先你提到的是日本，那就是大家如果有多多少少涉猎，就发现说，其实日本的不管是他们花的预算跟在医疗产业上，他们确实是在台湾有些领域是没有办法企及的，因为那个太夸张了，就是我们有一台，他们有10几台、20台的机器，那当然没办法比，所以基本上他们他们在医疗面上，我要先提一个点是，日本的软体工业其实没有那么发达，对，这是一个大家可以就是简单的做个
survey 或者是看一下刚刚的报告，注意 SOP 报告就可以知道，就是日本强在他们的工业化的实力，所以其实它跟台湾一样。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日本在材料科技跟就是你知道医疗跟材料有很大的关系，很多手术都是要靠材料，所以日本在电器材料跟气体制造他们气体制造很发达，非常厉害，就是像细约这种，就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累积是非常世界第一等级的，所以我听到的就是日本基本上做 AI 的，如果跟医疗有关的话，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 Martech 就是跟销售有关的日本人已经做了蛮多的东西应用在他们的国内市场，但是医材相关的，我觉得一方面也是跟我们有点像，就是他们的法规很严谨，就是严谨到我们会想要抄他们的，就是我们送了一些日本的学者过去，然后回来学了很多，但我们问题，我们的法规跨了大陆法，又跨了海洋法，然后又学日本，这有点尴尬。但总之就是他们其实有很多法规限制住他们 AI 的发展，这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想做，但是有些法规不允许。但也许哪天他们法规允许了，就是可以做到他们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国家算力指标，其实基本上虽然我们现在要讲这个问题是尽量跟医材或者是临床决策有关系。那我们公司当然是没有接触到日本的以临床决策辅助这类的案子，比较困难一点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比较保守一点。日本人的企业，他在这个新创产业对外国人的接受度很高，可是在特定的对于外国人接受度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你光是要陌生开发打进去就非常非常困难。这个我也有了一些业务朋友在日本跑，他们就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几个问题点就是说，首先是这个国家它的算力堆积够不够，它的电够不够？因为像台湾的这个算力堆积，简单来讲就是像第一名、第二名就是美国跟中国。那你可以看到像韩国跟日本，大概韩国厉害它排到第5名的，就是前5名，他们算力堆积在前5名，那我们大概在20来名左右。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对标的是日本，首先就是如果他们的算力很普及到什么程度，就是他们的医院体系都有自有算力可以去做到对应的生成模型的使用，以及发展符合自己情境的 agentic workflow 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会是很大的可以打趴像台湾的医疗产业也好，就是在这方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比如说创新研发中心想要去采购一个机器，我们了不起就买它消费级的，你去买企业级的这个算力的开销是负担不了的，几百万的机器是负担不了的，所以我们只能买一些消费级的显卡。可是你就想这个规模跟如果是由国网中心去买日本的，举个例子，日本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预算去买到比较庞大的算力、庞大的 data center， 他们再把它分配到学校单位跟医院单位去使用，然后再依你的比如说校级或者是院级的评鉴去给你足够的算力让你去用。那这样子的一个切入跟我们的一般的，比如说我们比较好的医学中心嘛，医学中心的预算去买到的这个智能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量能会输一大截，因为人家的 AI 速度快很多，然后可以落地到好多专案底下，那我们可能就只剩特定有钱的那几个预算比较充裕的那几个单位用得到，这个是比较是现实面的问题。好，所以我只能讲个大方向，因为小方向问题就是说，一来我们没有办法接触，至少我们 B 公司没有接触到日本的医材的厂商，这是现状，就是比较难业务打进去这样。那二来就是
在算力层面上，我们是可以感受到，像假设我今天做一个我们公司其实有做那种就是 AI coach，就是有点像说我教你怎么用，我模拟成病人，或者我模拟成医生，然后你当病人，然后他跟你对练，就是他用我们接了 TTS 模型，所以他会跟你聊天，像跟真人聊天一样。那他跟你对练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领域去训练人类，或者是甚至是就是作为代理人去提供客户这样子的服务嘛。那像这样子的应用，我们有做日文版本的 coach， 所以基本上我们也有去研究说日本的公司做这种服务的，那我们发现说，他们的资本是我们的后面多了2个零，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啊，就是说你想要在台湾做，当然是很有市场嘛，可是你想要做日本的生意，那很多方面你要怎么样拼得过人家，那就是有很大的面向，就是很大的部分要做，所以可以。我可以再就是引申这个问题，因为你们也之前获得那个嘉义市政府的一个案子嘛，就是你们是针对孤独老人，他们的一个 AI 互动社交这些，那也是就是那在台湾的话，那像这样子，就是你们当初怎么样设计情境，因为也是可能是你们当初那个 AI coach 的这个方法，那就是包含情境怎么设计，你怎么导入，然后后续怎么样子在就地方政府去建立这样的持续使用的一个机制。第一个就是嘉义政府很重视长照啦，这件事情大家可以理解嘛。嘉义的那个医院画起来就像是五芒星一样，就是你知道你用那个医病比去算，嘉义的医病比很漂亮，至少跟其他大部分县市的 average 比起来，它的医病比是比较好看的。那这个是不争的事，就是说，也许嘉义市的人口跟它的医院的数量能是比较能 match 的，这跟其他县市比起来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点。所以为什么嘉义很适合做？因为他们有资源啊。那当然，在这个前提之下呢，接下来就是说，长照常见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不外乎我们现在长照初步可以去解决，就是今天长照人员他如果是一个有想要做长照，但是他没有做过的，他其实要有类似新人训练，就是培训。因为长照的很多时候是，像我自己妈妈是护士，她也有做长照，她会去接案，可是呢，现在她是护士啊，她是很有经验的护士吧，所以她本来就以护士的角度去做长照啊，那她需要训练吗？不太需要，她顶多就补充一下，或者是中华民国红十字学会去上点课之类的。那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没有这个背景的人要做长照，他就需要对练，他需要知道会面对到什么问题，他需要知道什么情况要解决什么样子，要有什么 SOP。那有时候人类当然是可以去读书考试去刻这些 SOP， 但如果今天真正叫你知道笔试跟口试，就要叫你跟长照的这个对象有很切实地的做服务，然后结果旁边有人在帮你打分，那你知道那个难度跟就是你知道你听到的、你看到的、你当下接收的反应的速度都是评分标准的时候，你就不是只写题目这么简单。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 AI coach 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你在长照会遇到的问题，你要怎么样跟假设你的客人他有什么需求，然后他有什么反应。那因为长照还要分等级啊，有比较重看护的跟比较轻微的，所以重看护的部分它就更复杂，它可能同时要面对有一些量测数据，然后同时就是穿戴式装备，然后甚至有一些像我知道，比如说有一些是有点险的，那你就要额外又要多一个 SOP 做这件事情，所以越重度的基本上它的训练成本跟难度就越高，那要培训的需要负担的一个就跟我们救护员有 EMT 1、2P， 就是 EMTP 最高等级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救护员他也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他才能做到他的领域中的专业。那一样的逻辑就是我们提供 coach， 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agent 的一个模板，你可以说它是角色卡，然后那个角色卡上面就会有一些长照的资料、辅助资料，是
有一些案例的资料，有一些是知识背景的一些 SOP guideline， 我们把它喂入这个agent card 之后，就像刚刚我们说的那个4个步骤一样，只是今天那4个步骤每一张 agent card 都有它对应的 AI coach 要做的事情，那这样子就是可以，我的好说不好意思，这样子可以做到的效果就是可以，虽然可能没有时间做 demo， 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就简单看一下，但是有点小，没点到这个，好，太大了，好，就是像这样子，就是你要有一个角色卡，比如说像这样子好，角色卡，然后这个角色卡呢底下就会写说这个 agent to do 什么，你要做什么。但如果你是一个重队，我们知道外面其实有一些玩视觉小说也是这样搞，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这个播放，我们是把这个员工训练的东西概念化成一个 agent 之后，用这个 agent 去让人类跟 agent 对练，培育出这个人类的专业性，再让这个人类去服务人类，所以我们的切入点就不一样了，就是我们是服务人类没有错，我们一样跟智能客服一样，但我们没有 to C， 我们是 to B， 然后把这个人需要的素养练起来之后，再简单讲就是因为台湾人也是越来越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把人力做一个传承跟继承，所需要的代价会越来越高，所以 AI 现在其实不是要取代人类，而是让传承这件事情变得更高效的低成本，所以某种程度上是这样。那我们的那个 agent 就是今天可能没有办法，那之后如果有机会是可以，就是让 Max 我们老板来这个 demo， 就是他其实是可以做的很极端的，就比如说我做一个销售业务，然后我可以扮演一个超级 OK， 然后这个超级 OK 他真的是会问出各种 OK 的问题，但是最后呢，你是一个消费遇到这个问题会，你一定知道，那招架的招架不住，你如果被训练过，你可能就招架住了。所以有的时候有一些心智的建模都是可以靠 AI coach 来做的。那我觉得比较好的地方就是说，因为今天是用声音对练，因为我们这样算是角色卡，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到时候你不是文字跟他互动，你是听他的声音，然后现在有一些 avatar 技术，但是 avatar 现在还很贵，未来会变便宜。所以 avatar 就是那个人像啊，那个跟你互动那个人像，即时性的一个 real time avatar。那之后如果今天是一个 avatar 跟你互动，然后还跟你计时，如果你几分钟内要回答完它，其实某种程度你会把那个大脑负担的那个压力提升到正常服务做这个工作的那个压力，而不是还在跟他文字对文字。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把这个压力往上提升，然后让这个培训的深度再更高。所以做长照其实就是一样的逻辑，就是你遇到了紧急状况，你的反应得过来，其实就是后面的结果就是黑跟白。比如说一个飞行的一个被候选的驾驶，他的去那个飞行模拟器，他做反应差一点，飞机就摔了。那他练了几百次、几千次，再出来开飞机的时候，如果他还是做错那个反应，那架飞机一样摔了。所以同样的逻辑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情况，通常我们就是会故意要让他体验紧急情况是什么。然后如果有一些数据，其实我们做的事情跟那个工厂做的数位孪生有点接近，只是数位孪生的参数量非常非常大，它还要做立体建模。那我们做的不是那么大参数量的，我们是小公司，所以我们做的比较像是说，我们一样做建模，角色建模，但我们是着重在人对人上面的，就是人机互动上面。那数位孪生讲的就是工厂的建模，或者是智能交通，它讲的就是这个交通环境的建模。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现在其实用 AI 的建模，然后让培训这件事情可以有更多的更高效，然后把这个深度做到一个程度。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很资深的长照
长照的一个 coach， 他一个人没有办法训练几百个长照人，但是 AI coach 可以，或者是说 AI coach 先把这个人训练从0分训练到60分，60分到80分的部分再交给真人的 senior 的 senior 的长照的 coach 去帮他把这个 maybe 60分或70分再拉到可能80分或90分，让他更专业、更资深。所以某种程度上，这个代练的过程就是也是一个人力的替代，没有错。但就是我们就是某种程度上是要把一些材料跟可能本来在脑袋中的一个一些重点、一些有用的资讯，把它建模成一个人工智慧，然后让这个人工智慧去跟我们对练。那在 AI 的领域叫强化学习，其实我们在做的事就是跟强化学习很像，只是一个人是人类，另一个是 AI，角度大概是这样。